是慕容家2位少爷的订婚仪式。这慕容家真是双喜临门啊！听说啊，吕伯泽也要来，他就是那个被慕容家抱错的孩子，这才是真正的两性之子。青衣，好久不见。上次父亲还来信惦记你的婚事呢。惦记我的婚礼？李鸿章挂念的恐怕不是我的婚礼吧？他是怕霍家撇开他，跟慕容家做生意。青衣，嘟嘟，嘟嘟，姐，这么多人就别再喊我小名了。好的，嘟嘟。哎，那个扫把星他又说什么闲言碎语了，你千万不要理会啊。来，跟姐坐一桌，坐。哎，姐，你新学了英文。Yes， 他们会中文。姐，这花送给你。哇，见梅花奶奶辛苦，买了些。多少钱2个银元。这么贵啊？没讲价啊？送给你和母亲的，再贵都值得。还是我们博泽热心肠，不像某些人没心没肺，不对，脏心脏肺。伯泽，母亲，你刚升督察，公务繁忙，还特地来一趟。这送您。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，多忙都得来凑个热闹，只要您不嫌弃我就好。怎么会？但是，下一次给女孩子送花，得送玫瑰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慕容夫人，比起青衣，伯泽更像您的儿子呢。在我身边长大的嘛，怎么会跟那个逆子一样？来，进去吧。怎么样？最近忙不忙？还行。二少，该上场了。走。有请霍敏贤小姐入场。你就不怕我谋杀亲夫？霍小姐，若真有此等胆识手段，我倒是挺欣赏。走着瞧。请慕容青鱼先生迎接与你相伴一生的伴侣。曾经心事有多么炙热，如今相对时才冷得更透彻。没在爱里牵扯，也要在恨里纠葛，谁都别想逃过。越痛越深刻，越在意越折磨。我不放弃你，你别放过我。任命运的绳索困住你，缚住我。从前方行至悬崖，也一同坠落。夺走我的一切，你是否能承受？我是否能拥有？泪要淌，血要流，痛也不愿放手，挣不脱，逃不走。
这位是南阳方家独女方木兰，叫大嫂。你我都别想大嫂，无苦。哎呦，这房子啊，自上个租客走后啊，都空了好几年了。哎，您快进来呗。老张头说啊，是位浏阳少爷刚回国，想租房。我还不信，有钱人谁会租咱们这种房子啊？直到他讲天桥西那家新开的诊所是您的。想找一个离诊所近点的房子，原来最近专给穷人治病的活菩萨是您呐！我不是菩萨，我看病收钱呢。那也是好人，也得帮您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房子，是吧？您说呢？这，要不我再陪您多转几家？我看您像富贵人家的少爷，住这种小房子恐怕住不习惯。家人也会担心的。家，我没有家，我也不需要家。混账！我就知道他不是我的种。让他滚，滚回慕容家！被妥善安置的只有另一个孩子。若不是你，你父亲怎会死？你个丧门星！自你回来，我家就倒大霉了。我却成了两家互相推诿的负担，聊度岁月。两口子都得了结核病，穷得叮当响。你猜他们会怎么办？有什么好猜的？生死面前，当然只顾自己。哎，做什么呢？这真性，反正你也不看。就是小金鬼。走，都回家去。小金鬼。这些信都是从南城寄来的，却并非寄给我的。别以为躲起来，老子就没法收拾你。约莫缩在哪个阴沟里喝脏水，定是偷了老子的钱，心虚不敢探头了是吧？变成如今这样，都是你这杀千刀的错。切了你的手，扒了你的皮，也难消老子心头恨。盼着你早有恶报，你趁早撞死在孤儿院的破墙上。骂得这么狠，是有什么深仇大恨？等等，不对，
原来如此。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此房在我入住前已经空着了几年。若真的担心他，可报警寻人。再拿2个人啊！画好了，您看您喜欢吗？画的好好看，我喜欢。谢谢你啊。谢谢。您前面那艘船是从北城来的吧？是啊。那您见过这个女孩吗？她左脸有颗痣，很好认的。没见过。哟，任小姐回来了，家里做的葱油拌面，能吃吗？谢谢房东太太，我吃过了。哦。哎，这皮白肉嫩的小姑娘也是读过书的，这天天在码头上讨生活，何苦呢？码头人来人往，消息灵通，她好像是在找自家阿姐。别看这小姑娘文文弱弱，独来独往，哎呦，跑遍大半个中国找人哎。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此房在我入住前已经空着了几年。若真的担心他，可报警寻人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说我在担心他，在找他？你是不是认识他？藏头露尾的真心是瞒不住人的。恨一个人呢，不可能在毫无回应的情况下，这辱骂信一记就是几十封。而且啊，你信中的言辞极其肮脏，看似是在讨债，实际上含义含糊不清，还刻意提到了一个孤儿院。约定不变，切盼回复。你真以为我发现不了？这封信你应该寄了很多地址，但始终是石沉大海。若有约定，他没见约，还是别找了。要么就是他死了，要么他就是懒得回你。人生而独行，莫因他人耗费心力。你胡说八道！小兰姐不会死，收起你的诅咒！是我把你气哭了。我知道这封信，他大概率收不到。你很聪明，可以看出隐藏内容。
但你也很恶毒。你明明可以选择无视，却还是要嘲笑我的约定，他的生死，揣测陌生人的人生和情感，让你很有优越感吗？人生而独行，那是你没有遇到过与你相扶相持、莫失莫忘的人，这是你的不幸，所以我不怪你。我不信，可笑。小兰姐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能凑够钱，去北城找你。大夫，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。两口子都得了结核病，穷得叮当响。你猜他们会怎么办？有什么好猜的？生死面前，当然只顾自己。行，找护士输液去吧。请你救救我男人，不要告诉他我来过，就说治病的钱是您给的，行吗？妻子编排嫁妆，你再看这个。丈夫则想抵押房子给他妻子治病，也求我们别让他妻子知道。他自己呢？他说不治了，出去做工赚钱。人刚走。当家的你回来！你为什么把房子卖？为什么要那你怎么办呀？为什么呀？你说话呀！为什么？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就要你活着。相扶相持，莫失莫忘。小兰姐不会死，收起你的诅咒。哭包小姐，展新家。抱歉，作为医生，看见了生死面前的人性黑暗，我故意说了些刻薄话，将坏心情传递给你。三言两语将别人拉入和我相似的糟糕心境，并从中得到乐趣，是我擅长的事。我依然坚信，人生而独行。不过旅途之中，或偶有同路人吧，所以我相信你的小兰姐会赴约的。令你藏暗语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为什么偏偏是辱骂型？独活先生，展信家。独
独活先生。旁人看到辱骂信，会当成脏东西扔了，但他看到辱骂信，会知道是我的问候。地狱之中，辱骂与痛是共度黑暗的见证。很难跟你解释，但接受你的道歉。也对你有些好奇，你自诩冷酷，但医生这一职业选择，已说明了你的善良。六，相信人生而独行的医生，很适合独活这位中药做名字。再六，我才不是哭包，我很勇敢。再六，我是男孩。男孩。独活先生。勇敢哭包先生，展信佳，自安花小凯和香氛性质，果然尽显男子气概。想来兄台定然是位风姿出尘的优雅绅士，而我呢，身高5尺，黑如锅底兼性情古怪，言语恶毒，实在不值得好奇。兄台赐名甚好，独活主治痛风，我主治发疯。您若需要诊间9折，另即使恶毒如我，也想不通两个人为何要将辱骂视作问号。独活先生，我所在的美术学校里，同学们都夸赞我，喉结如风吞烈酒，虎背似月震乾坤，力拔山兮气盖世，实乃当世猛犸。聊作小画，供君想象无知健美风采。从科学上讲，你提到的两个男性性征都不能作为佐证体格威猛的必须参考。附上人体解剖图稿，以正视听。这个流氓！流氓！请不要污蔑人体生理结构，在医生眼里无非是骨骼、肌肉、血管、神经，仅此而已。如果惊吓到你，随信附上北城秋色，聊表歉意。北城一叶知秋，南城梧桐上青葱。我一蹦3尺高，也摘不到片叶，只好随信送上夏天的蝴蝶酥。萌萌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些都给你。来点啊。你也吃一口。天气渐冷，冬日将至，想念母亲做的红烧肉了。那是家的味道。妈妈，吃红烧肉。妈妈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曾经，或许也有过能勉强成为家人的人。月光光，从地堂，他在你乖乖瞓落床。月光光，从地堂。天生坏种，你也配？废物！烂泥扶不上墙，就凭你也配进慕容家的门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但我依然不明白，何为家的味道。从你来信看，你似乎经历坎坷，又为何对家如此依恋？最近回家，妈妈念叨我又瘦了，
做了一桌好菜。爸爸修好了院子里的秋千，满秋花开了满园。我想，也许这就是家的味道。喂？喂？青叶？是青叶吗？是。真的是你？青叶，你怎么一声不响就回国了？你知道我找你多久吗？你现在人在哪儿？大哥，中秋快乐！中秋快乐，青叶。我猜你现在过得很幸福，是不是啊？大哥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挺奇怪的，不对，应该是她挺有趣的。想起家，我心中向来只有愤怒与怨恨，但听你说起家，中秋时，我便鬼使神差致电了唯一的家人，得知他一切安好，甚是欣慰。麻烦帮我拍好看一点。是要寄给家里人？不是家人，是……哦，是心上人吧？我们开始了，笑一笑。好。来，3、2、1。信中有份礼物送与你，谢谢你。若不是你，我不会与家人联系。期待你的回信。你已月余没回信，是否最近学业繁忙？一进冬日，诊所病人很多。我托大哥去你南城住所打听，房东说你已搬走。北城冬天一日冷过一日，春天之前还能收到你的信吗？为什么不理我了？都来福州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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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方小姐与大少爷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谢谢。订婚已毕，何时能喝到2位喜酒啊？快了。沈素素，你竟然没死！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喂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大家都等着我们敬酒呢。这婚是你非定不可，做事能不能像点样子？谁跟你说非定不可了？哼！万岁！
你不该让霍小姐一个人在外面应付宾客。既然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就应该有点绅士风度。一顶绿帽换来一些资源而已，还偏要办一场订婚宴，遮掩那点赤裸裸的心思。这话呀，千万别让母亲听到。大哥放心，我可不会跟你争这个皇位。毕竟，您一不高兴，又把我送进监狱关个3年5载的，我可折腾不起。青叶，3年前的事情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你不是跟他们一样，都认为是我杀了霍明熙吗？你真的以为我会相信吗？算了，先说眼前的事儿。这场婚礼，你依然有权利可以叫停。这是一张去英吉利的传票，你可以随时离开。后面的事情交给我，你可以继续学医，做你想做的事情。青叶，我不希望你往后余生都活在仇恨里面。你还年轻，只要你想，你依然可以成为最优秀的外科大夫。大哥鼎力支持你。大哥有功夫替我筹谋，不如多关心关心你的未婚妻吧。她可比你想象的要危险100倍。你今天第一次见他，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跟他怎么认识的？他父亲是南洋巨贾，1年前我去南洋的时候，对我很是欣赏，也想跟慕容家结亲，方便方家往后来南城发展。我跟母亲商量之后，觉得这门婚事对2家都有好处。又是对2家都有好处。那对你自己呢？你喜欢他吗？青叶，这世上并不能事事都以你喜欢为准的。世家联姻，不谈感情，只看利益。我作为慕容家的长子，这样的婚姻，我必须要承担。更何况，她也是个懂事的好女孩。好女孩，你很了解她。她聪慧懂事，我与她书信往来，无所不谈。书信往来？你真觉得你了解他，就没有想过，他也许根本不是你以为的样子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，那方小姐她……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青云，我正找你呢。是不是外面有人逼你喝酒啊？没有的事儿。正好2少爷在，这件事情也和你有关。方圆被打晕了，县城里留下这个。
所以是你。霍家的事，我早有耳闻。霍小姐的胶片丢失，我也听说了。我让家里人多方查探，把它买了下来。木兰，辛苦了。些许小事，不足挂齿。只是这箱胶片，若是落到有心之人手里，无论是对霍小姐还是慕容家，尤其是二少，都不好。但二少也不必忧心，无论是谁想拿到这箱胶片，我们方家都有能力在他之前就断了他的路。今天这箱胶片，就当是我这个做嫂嫂的给弟弟的一份见面礼吧。先发制人，威胁我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想要做什么。越痛越深刻，越在意越沉默。大哥光风霁月，大嫂善解人意，真是珠联璧合、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不像我从阴沟里爬出来的，跟跋扈恶毒的霍敏贤才是绝配。一同坠落，难道非要心痛才知早已心动？难道每场好梦都注定会落空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苏苏。我们第一次见面时，我就有了利用你的心思，你还不懂吗？这一秒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吗？但我有不得不做的事情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爱到底，恨到头，全都毫无保留。别退后，别松口，直到竭尽所有。我们不管怎样都天长地久。感情多充沛，才足够被挥霍。我没原谅你，你别宽恕我。任燎原的野火焚毁你，烧尽我，也甘愿做着飞蛾扑向的炽热。